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，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，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？东平啊，是个小城市，人际关系复杂，盘根错节的。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，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。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。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，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，恐怕也不可能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，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，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。程大律师，我陈总，我哥，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？你们说我去告，告完了集散中心归我，啥事儿没有，零成本，是不是？现在是零成本吗？啊？专案组都已经来了，抓人了，你还能折着吗？孙飞抓了吧？啊？江红军抓了吧？李仁俊被叫去谈话了，知道不？还不知道呢哈！我告诉你们，李仁俊叫你谈话了，下一个是谁？是谁？老谢呀，姓谢的要进去了呢！你们咋？大哥，你不有本事吗？你不说你通天吗？你倒是通个天给我看看呀！你告诉我，专案组啥时候走？啥时候走？哪天走？王总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不踏实。这样，你要觉得没问题呢，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，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，可以吗？大哥，你啥意思呀？你让我现在好啊？让我躲2天，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？那你跟我说个天数，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？不会我回来的时候，连那8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，啊？万海案要是翻了，谁能替我说话？那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陈总，我哪也不走，我就搁这儿待着。陈总，你不牛，本事大吗？你帮我呀！你把我。王总，你逼我呢？我说了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，咱一块想办法呢。算什么德行啊，这是！我散德行。陈正龙，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。望海，我告诉他，伪证我做的，那铁轨是我想要的，是吧？行，我真要进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把你们全撂了。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，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，你们船天往前开啊！走！我的！哎，兄弟，干啥你？半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就完事儿了？怎么的？我有情人，我不能说一下吗？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？不是他妈想办法吗？哎，兄哥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！你他妈想死啊你！坐。小气。嗨，黄总，熊哥多喝了2杯，没事啊。真没事，不至于啊，咱拌几句嘴没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就给你个面子。当然，来，坐。王总，我呢向你保证，只要咱几个一条心，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。你相信我，对吧，龙哥？
我叫乔振兴，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。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。今天，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。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，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。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，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10几年来，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、挑诈勒索，劣迹斑斑，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。经过2年多的深挖细查，东平市政法系统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、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。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，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。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，露头就打，除恶务尽，还人民以正义，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。好的，过来看，往哪看呢？往下看啊，往里走。排好队，后面的都排好队啊。快点，跟上，跟上。请全体起立。请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人民陪审员入庭。全体请坐。现在开庭，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，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，分别犯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强迫交易罪、敲诈勒索罪、聚众斗殴罪、妨害公务罪、开设赌场罪、组织卖淫罪。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都是诬陷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伤害案与万海无关，都是有预谋的。法警，外立法庭。张文静，闭嘴！你闭嘴！张文静说的对，我爸不是黑社会，黑社会。
你不承认，你违反法庭秩序，罪证在问。就能把他定成黑社会吗？告诉材料经不起推掉吗？万海在被审判，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。我承认，我拿过万海的钱，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。我对不起党，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。我走到今天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自己犯下的错，我咎由自取，我死有余辜。万海都已经认罪了。你是被冤枉的！告诉他们，是被冤枉的！我们是被冤枉的！赶紧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！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！是王宇陷害你的！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，东平？东平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？这是冤案！已经认罪了，你不要以为读点法律就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，你这种不孝。喂，兰书记，我李仁进。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。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，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。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，现场来了很多媒体，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。张文清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，你怎么看？我该怎么看？我问你，我是黑社会吗？有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我是黑社会吗？你不是吗？跟我俩在这无玄玄的，你连张文清都弄不明白。你不是挺大能耐的吗？你告诉我，下次开庭是哪天？玩线了吧？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，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，这个事实不会改变。我敢肯定，下次开庭会很快。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、立功减刑，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。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我。我说过，这个会都要到，乔主任怎么没来？前2年这可是他的案子。打电话通知了，早上还碰上他了，后来就联系不上了。这就是你带的队伍。张文京的事情，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，不要等上面来问，要主动去汇报。抓紧想想，怎么去说。我儿子呢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平？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？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？
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，谁他妈也别想好活。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吗？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？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？因为他知道开庭这棋。他为什么还在东平？因为我劝不动他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，要不是我帮他，他得关起来。把我再就话给他，你告诉他，我在里边一切安好，让他本本分分、平平安安。程子健大律师答应我，让我早日服刑，立功减刑，我们早日相聚。我是我亲朋友。重复。你爹让我告诉你，他在里面一切安好。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、本本分分。程大律师答应他，你爹会早日服刑，早日减刑，早日团聚。脑袋当时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。可是不敢。你们11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孙专委是这么界定。要办多少个自己人，才能完成1年的 KPI？ 嗯？我格局小了。这么说，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？要说立功，我们老王这次立的是最大的功。你们就这么对待有功的人啊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好了，别说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，我这个家都回不来，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。视频吧，好，来，一往中间来，咱俩一对他，好嘞，哎，往后面去一点，哎，你看我这样行吗？来，开心一点，行。咋了？咋了？那有人！
先发现的？就在那。大概。哎，现场在哪儿呢？在冰湖下面。啊，前2天升温，河水化了一些，尸体啊，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。你们几个发现了尸体啊？是。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，给我们做个笔录，好吧？走，带路。好。来，陈队，这儿。小队。检察员呢？你带队，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。是。南京，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，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干活。哎。哎，老二，按我到现场了，是尸检上验的乔振兴。喂，老许，人家啊，现在有空吗？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电话里说呗。不行，咱们得见面聊。这么大事儿啊，非得见面说？赶紧过来。啊，行吧，那一会儿见啊。这会我就不参加了，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，回头发我。我去一趟市局。好的，李爷。说，我爸呢？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我先看点。嫂子，咱不看了，咱不看，嫂子，嫂子，干我的事，你干不看。进来。哎，许军。哎，孙局。坐。我来跟您汇报一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哎呀，从早上接警到现在，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，方圆2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，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。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，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。人手够吗？够，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。我看是这样，你们啊，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，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，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。徐局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？这个不合规矩吧？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。重大刑事案件，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。徐局，给个机会。你管这个叫机会啊？用词不当，就是什么呢？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。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，1年也碰不到1回。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？
这宫里的还嫌不够大。徐局，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。可是向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。不是，稍等啊。喂，徐局啊，是我蓝景明。蓝书记，我正想跟您汇报呢，死者已经确认了，是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乔振兴。家属到现场了吗？家属已经到了，我也通知了李检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，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嗯，好。另外，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？他一直挺想进步的。明白了，蓝书记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没什么了，先忙了。那好。可以啊，孙局，面子够大的。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。嗨，哎呀，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领导们也这些我不管，案子可以给你。哎呀，但我有个要求，随时要向我汇报。徐局，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。咱不来这套，办好案子才是关键。你必须的。我去。进来。哎，就你们门口那条路，没有一天不堵车的。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？非常非常。哎，李姐，我先走。好，你先走，先。李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特意跑一趟。嗨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先说好啊，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，不能上头。赶紧说吧。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？啊，我们一部主任，我大学同学死了。节哀。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。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。死了？在事情定性之前，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，也不和家属接触。我这只是个建议啊，仅供参考。小美，小美，哥，小美，小美，小美。周梅，节哀。岳无错上无余点，礼八将啊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处理详细吧。好的。理解。老板。水库管理员呢？我是。
以你的经验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凿的呀？这应该是昨天凿的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我们天天巡查呀，查的就是这个。老杜，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，跟死者做个比对。江队，收到。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啊。来了，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。好，后面。怎么了？初步排查过了，车辆完整，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。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，您看一下。还发现了个公文包。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，就是性价比高一点，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。这套房源，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，开车的话就是4、5分钟吧。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。洪亮，你说咱们租个1居还是2居啊？可以，也可以先租个1居，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，咱们再换个打扮，你说呢？对。嗯。出来。你没拿包？洪亮，你这什么情况呀？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？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，心不在焉的。老乔，走。老乔过世了。就这儿啊？对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行，人告诉我打电话。您请进。哎，哦，行，那咱先看。哎，好，您请，您请。哎，怎么样？公安给我来电话了，说在永庆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，旁边有振兴的车、包，还有衣服。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进来了。现在还不清楚，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。周梅现在怎么样？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？人走太突然了。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，看点周梅，还有冉冉。尽量。好。张静，张静啊！张静，张静，张静，张静。张静，明娇，没事啊，开快点。
在哪儿啊？可儿发烧了。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你赶紧带她上医院去。可儿要你这个爸爸有什么用啊？从他出生到现在，你当孩子，他生病的时候你陪过他几回啊？我只能趁周末这点时间加点班，马上就要开庭了，我整理材料呢。你既然这么忙，那你就不要结婚，不要孩子啊！我先不跟你说，我真的没时间了啊！先这样，赶紧上医院啊！喂，尹川。江文静住院了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好。文静没事吧？就是吸了点浓烟，医生说没什么大事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这手没事了吧？皮外伤而已，没事。啊。咱俩之前见过吗？你没见过我，我见过你。钟颖的案子，我在旁听席听审。我是江文静的同事，我叫严律。你们俩挺熟的哈。算熟吧，上班天天见。我们俩也挺熟的，他住我对门，也是天天见。哦，对了，有一次他还在我家待过一夜。这样啊。那你们是真熟？反正还行，就是待过一夜嘛。他在你那儿待过一夜，还是你们比较熟？电话。喂，余处。严律说，幸亏人救出来的及时，没什么大事。张浩龙跟我说火已经扑灭了，但是起火原因还在调查。路口的监控拍到，霸凌案的那几个孩子跟江文静一起进了仓库。小江不是已经退出这个案子了吗？这几个孩子找他干嘛呀？你觉得他会这么退出吗？他是被踢出去的，你以为他会甘心啊？说不定私下还在继续调查。那会不会小江查到了什么对几个孩子不利的新证据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。那这火会不会是这几个小孩放的呀？现在什么都说不好呢。哎，等会儿见到人分了就清楚了。怎么起的火呀？江文静为什么要去找那几个小孩？具体我也不知道。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。证据？是那几个孩子发现了什么证据要给江文静，还是江文静找到了什么证据被那几个孩子发现了？不太确定。
任律，任律，没事吧？你让我看看你，你手上次的伤还没好呢。我这伤没什么大事儿，倒是严律。哦，严律是文静的同事，这是祝姐，我助理。江文静家属，麻烦去取下化验单。我去吧。你们刚救完人，还需要休息。你们很熟啊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待过一夜的啊。哦，你说祝姐呀？我俩是同事啊，天天在一块儿。那你们也相当熟悉啊？没那么熟。您好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个报告交给江文静的家属。既然你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有个文件来在公司了。没事，那你先回去吧。是你同事吧？他还好吗？他挺好的，东西落在公司了，所以先回去了。哦。没什么事儿，你也回去吧。我再待会儿。不用，这儿有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也行。尹处、于处，你们来了。他怎么样了？还没醒过来，但是已经吸完氧、输完液了。医生是怎么说的？医生说他很快就会醒过来，但是希望他能够在医院多待2天，观察一下。那就好。他今天去学校了？是，他去学校了，但是具体是为什么去，我也不知道。没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儿子今天一天都待在家里，没有出门呢，怎么可能有他呢？对了，孙律师也在家，看，他可以作证的。好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我再请你们协助调查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张警官，你吩咐，我们随叫随到。好，来，张警官，来，警官同志，慢走啊。说，
说，今天做什么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今天检察官的事情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啊？快说！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你是没露面，但人家警察说你那几个同学今天约了个检察官出去，还点着了火，差点出人命。你敢说你不知道？现在人家警察正挨家挨户的对质呢，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怎么想的？居然去让他们招惹一个检察官，还闹出这么大的事！说呀！这忙前忙后的赚钱，你给老子就知道捅娄子！这事我真不知道啊！什么检察官，什么检察官，我跟我都没有关系。哦，小兔崽子，到现在还不说实话，是不是？嘴硬啊！你跟老子说实话，怎么回事？当年啊，先冷静一下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如果这件事情你真不知道，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们想反水吗？啊！说实话！啊，够了！够了！为什么每次有事都往我头上安？这次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！他们凭什么要反水啊？当初是你让大家一起串供的，现在他们跟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你想打我是打呀打呀打呀！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再打我一次，我就把心都捅出去，大家谁也别想好过。我宁愿待在监狱，也不愿意待在家让你打。我跟张浩伦打过电话了，他说那5个孩子已经找到了，他们说只是想跟姜文静聊聊，但还没聊就起火了，并且他们说火不是他们放的。他们的话能相信吗？张浩伦说，监控录像除了拍到那5个孩子之外，在起火前还有1男1女从仓库跑出来。目前起火原因不排除跟那2个人有关系，公安已经介入了，正在找那2个人。即使火不是这几个孩子放的，可是他们单独约小江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见面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。他们肯定是想从姜文静身上知道些什么。我刚刚从微信上联系了几个孩子的代理律师，没有任何新的证据递交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姜文静在学校知道了什么，恰巧被这几个孩子发现了。目前我们的调查取证没有什么进展，因为学校的调查范围不是老师就是学生。好在老师方面没有什么收获，那么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学生部分。钱青青，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王朝元生前的同学关系并不复杂，除了参与的那7个人之外，剩下的就只有钱青青了。没错，钱青青跟死者生前是同桌，他很有可能掌握了什么重要的物证，或者什么重要的信息。不过我之前找他聊过了，没有任何进展。难道说是姜文静问出了什么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几个孩子接下来会不会针对钱青青？应该不会。今晚差点出事了，警察又找到他们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以防万一，我还是给钱青青的爸爸打个电话，让他多留心。这几个孩子也太大胆了，还敢约姜文静出去，难道他们还想阻碍检察官办案呢？阻碍倒谈不上，他们肯定是发现姜文静接触到什么关键证据了，他们想在证据被固定之前，先掌握到他了解的是些什么。但了解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有可能是为了掌握主动权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仓库里的那几个孩子少了一个呀？李明启。张浩老跟我说，李明启一晚上都在家，没有出过门，而且那5个孩子也承认他不在现场。李明启，难道姜文静真的查到什么未知证据，让那几个小孩动摇了？有这个可能啊。很明显，他们之前的证词是被人设计的，而在这个时候找到姜文静，很有可能是怕新的证据影响到旧的证词，出于自保，不惜供出李明启。我给钱月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会留心他女儿的。你说我们要不要单独约这个孩子谈一谈？
直接去找钱晶晶不合适，毕竟这个案子是未检的。要不然还是我去吧，对于大家而言都方便。哟，这么晚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不用啊，我在这儿陪着他就好。你是男生，我留下来会方便一点。就让任律师留下吧，他是姜文静的房东，又住他对门，而且他俩还特别熟。你们拿主意吧。那就麻烦任律师了。不麻烦。我给小江父母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外出，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那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们走了。行吗？任天宇，体系那么足，恢复的不错呀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不对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精准，说明脑子没有坏。那场火灾还记得吗？你吸了好多浓烟，是我把你救出来，在这儿陪了你一晚上。火灾？啊，对了，任天宇，你现在在医院，你是一个病人，你的主要任务是把病养好。还有，我提醒你，现在你跟这个案子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还有问题吗？休息。躺久了腰疼，坐起来休息会儿。哎，不用，别动，我来。哎，真的不需要，我就喜欢平时那样躺着的，这样躺着我会头晕的。你真的没有？我还没有上眼呢。没关系，因为你还没洗脸、没梳头、没洗澡呢。出去。傻的可爱。哎，任天宇，我可听见你骂我傻了啊！我还说你可爱了呢。可爱？哎，去哪儿啊你？哎，都不给我整。啊，不带绿的。豆浆要不要甜的？要。我觉得还是可爱多一点吧。追不回来？什么叫追不回来？我投资一个黄一个，而且都在同一时段。这样吧，
你让我先想想，晚点再跟你说。嗯。日记，他写日记。什么日记？谁写日记？王朝元，王朝元他写日记。喂，任律师。护士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行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我这就回来。你刚才问什么来着？有一个叫江文静的，江文静住哪个？江文静是吧？我查一下。叔叔，哎，小人，终于又见面了哈。哎，我们家文静怎么样啊？碍不碍事啊？放心吧，叔叔，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得留院观察1、2天。哎，辛苦你了。你看我说什么？说这工作很危险的，他偏不听，出事儿了吧？这位是文静的妈妈，哎，这位是任天宇律师，我跟你说过的。他就住在咱们文静对门，昨天就是他救了文静。谢谢任律师啊。客气了，阿姨。你知道我们家文静住哪个房间吗？他就住在那个房间。就在那是吧？对。那我先去了啊。赶快去。叔叔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？你不跟我们一起进去啊？既然你们都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那你不进去跟文静说一声吗？您替我跟他说一声，我那个律所还有点事儿。哦，对了。这是我给他买的早餐，估计也不需要了。哎，需要，怎么能不需要呢？我们家文静可能吃了，这2份还不一定够呢。老钱啊，快一点的！来了，那回见。好，回见，再见啊！哎。哎呦，看看我的宝贝女儿伤在哪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你们那个处长给我们打电话，还不知道你受伤了，没事儿。这事儿以后可不能瞒着我们，知道吗？哎，闺女啊，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以为是小人来了？其实我们在走廊里碰到他了，他单位有事先走了，他让我把他买给你的早点带过来了。哎妈，你别扒我了，我真没事，医生不都说了吗？你别担心了啊。要我别担心呐。好，马上辞职，立马搬回家住。妈，我们不是都说好1年了吗？这才几个月呀，而且我房租都交了，不能说退就退吧。这1年的房租能有多少钱呢？我们家又不是付不起。你要是不方便说了，我去跟房东说。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诚信的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那什么问题呢？啊，总不见得那个房东不让你搬？不是不让搬，是有人呐，压根儿没想搬，是不是，闺女？什么呀？哪有的事儿？哎呀，爸，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给我看看。那个呢？饿了。是小人给你买的包子、豆浆。哎，这个呢是老爸给你熬的鸡汤啊。你要先吃哪个呀？2个都吃。我闺女真是傻得可爱啊。爸，你这意思到底是傻还是可爱啊？是又傻又可爱。那不等于没说嘛。吃吧。知道王朝元写日记的还有谁啊？我，钱青青，其他人我也不太清楚。这案子有转机。你先回去吧。看来吴总有话要单独对我讲呀。这场官司必须要赢。后面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做。有生意我肯定做，但是今天我要先去趟王朝元家。去那儿干嘛？
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原谅吴博文的。你走吧。我没让你原谅他呀，我让你签谅解书。我说过不可能。他吴博文休想脱罪，伤害过我儿子的人，一个也跑不了。我让他们全部都进监狱。他们？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明明知道吴博文不是害死你儿子的幕后主谋，为什么还要咬住他不放呢？因为其他几个人都串供了，很有可能都判无罪，你咬住他一个人，总比全都漏网的强。这就是你的想法，我猜的没错吧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只会让这场校园霸凌多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，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是会回到学校，还是会欺负其他的弱小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你不想替你儿子讨回公道了吗？我想，我当然想。可是我只是个平常老百姓，我怎么跟有钱人去斗啊？超越，爸爸对不起你呀！活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你死了，我也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对不起你呀！超越，爸爸不好，对不起，爸爸没用。王先生，你可以的，只要你想。我知道，死的是你亲生儿子，你心里头比谁都难过。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。我们现在首当其冲要做的是把这个幕后主谋找出来，让大家知道你儿子受了多少委屈，替他还一个公道。我说的这点你赞同吧？那我该怎么做？把他签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可你是吴博文的律师，我是吴博文的律师。我要判他无罪，就必须得把幕后主谋找出来。这一点上，咱们两个的目标是一致的。相信我。文静啊，你跟那个任律师认识多久了？没多久。没多久是多久啊？爸，你别再削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怎么不削了？苹果多吃一点嘛，它又不占地儿。快吃快吃，你俩苹果还剩这么多呢。没多久，你跟他熟吧？还行吧，也挺熟的。哦，那下周末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吧。哎，这个可以有。妈，我俩不是那关系啊。什么关系啊？啊？哎，他不是救了你吗？我想谢谢他，请他到家里来吃饭，没问题吧？我还以为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吃。爸，你真的别再笑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了，好吗？这有什么？水果多吃点儿，既美容又健康。是，多吃点没问题的。妈，你公司是不是还有事儿呢？要不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哎，要不你先走吧，我在这儿陪闺女啊。你先回去。这凭什么你在这儿陪闺女，我不能在这儿陪她？哎呀，我不是不让你陪，你看你主外我主内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天不上班，我就在这儿待着。不上班怎么能行呢？公司那么多事儿，你不上班，公司那么多人呢，没事。哎呀，好
你们别吵了，我周末回家吃饭，行吗？好，说好了啊，周末回家吃饭，老爸给你露一手，做几个好菜。千万别忘了带上任律师，人家可是你救命恩人。我们走了。安心休息啊。哎，把这香蕉吃了，香蕉吃了啊！别啰嗦，别啰嗦。刚刚那个张老师说你要转学了。嗯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校了。那个姐姐，她怎么样了？你听说了？听说了一点儿，但是不全，说是意外着火。昨天警察叔叔给我家打电话了，我爸有些害怕，说考虑要搬家，我们打算搬去。你不用告诉我，你爸是要保护你，他做的没有错。听说王朝元生前喜欢一个人待着。他说过，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有安全感。也许他现在真的去了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。也许他现在很快乐。你们俩关系很好。下周3就是我生日了，他说过要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可是，你想帮他吗？我能做什么？他有一个日记本在你这儿，对吗？是。如果他早点得到帮助的话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没关系，我知道当初你也无能为力，不过现在你还可以帮他。哎，娟儿，男主说女主傻是什么意思呀？这还用说啊？男人说女人傻，就是好上手的意思呗。你这什么电视剧啊？我也想看看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女主特别像你呢？怎么可能啊？我又不傻，反正也不聪明。就你聪明，就你聪明。这个女主不会是已经爱上这个男人了吧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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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怎么可能啊你？看电影看多了吧？我又没有说你，我说的是女主。你这么激动干嘛？好了好了啊，我接着看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谁让你出来的？我吃的太撑了，我把我爸给我带的鸡汤，还有你带的包子、油条全都吃了。你爸妈回去了？对啊，他们要再不回去，还指不定喂我吃什么。吃不了还吃这么多？那鸡汤是我爸一大早起来熬的呢。那你可以不吃包子和豆浆啊。可包子跟豆浆是你买的呀。我买的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姐姐，你肚子里的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？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孩子一天到晚就想让我跟他生个弟弟或妹妹。小朋友，姐姐的肚子里呢，既没有小弟弟，也没有小妹妹。他肚子里是8个包子、1碗豆浆和1锅鸡汤。妈妈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呢，姐姐没有怀孕，姐姐只是吃撑了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误会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妈妈，包子也有小弟弟和小妹妹呢。笑什么笑？有那么好笑吗？啊，你还没说呢，消息到底是什么呀？是案子有结果了，还是你从什么非法途径获得了保密消息？别把人想那么坏好不好？你倒是说呀，什么消息啊？因为新递交的证据，霸凌案被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了。我明天下午要去检察院参加听证会。什么听证会啊？不起诉听证会。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，要对吴博文进行存疑不起诉。存疑不起诉？你明天不就出院了吗？亲自来听一听啊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死者的父亲王彻。在了解了整个事情之后，他签下了谅解书，而我方也有了新的证人。进去吧。主持人，我反对。李明启辩护人，今天是对吴博文不起诉进行的听证会，因为涉及全案事实，所以我们请了要另案处理的其他嫌疑人和辩护人参与听证，请你遵守听证会的规则，听从主持人的安排。钱青青，死者王朝元在生前有一本日记，在哪里？在我这里，王朝元出事前一天交给我的，让我要好好保管。我当时没想到他要……孩子，他的死不是你的错。日记的内容你还记得吗？日记里说，李明启一伙霸凌他很久了，他知道吴博文是被胁迫的。请看大屏幕。对，就是这本，原稿还在我这里。我想这个日记里写的已经很清楚了，真正的校园霸凌者是李明启，而我的当事人也是被霸凌者，并不是施暴者呀。反对，主持人。钱青青之前接受过检方的询问，他根本没有提到过日记本的事情。所以，李明启辩护人，我再次的提醒你，要遵从本主持人的安排，不要轻易发言，好吗？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，不能够遵守听证会的规则，那就请你出去。之所以钱青青一直不敢说出实情，就是因为她受到了李明启的威胁，而李明启威胁的还有吴博文，还有王朝元，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吴博文辩护人，我也要提醒你，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威胁？是不是构成违法犯罪，还在补充侦查的过程中，所以请你尽量不要过多的论述。好的，主持人。